电钻小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工小米啊。我们呢来这儿装一个电钻晾衣架，装修公司的活儿。这个顶子呢，很显然啊，这儿没有那个阳台那个啥，旁边这两个柱子，然后这边也没有贴砖，这边就是背景墙。现在这个晾衣架呢，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，我过来看这个现场的时候，就是看了半天，你说这个晾衣架的手摇器装在哪里？这边呢是客厅，这边也许大桌一铺过来了，你就装在这儿就不行。然后呢，我就打电话问那个监理说我给问一下设计师，他也不知道装哪里。但是我的最好建议呢，你说装这儿肯定是不行，装这儿呢也不行，因为上面做了窗帘盒了。这个是窗帘盒，你装在这儿，这个钢丝过来以后，窗帘都拉不了，不可取。然后，我个人觉得要装啊，只能装在这里，从这儿上去啊，两个晾衣杆，它也能正常使用。你装在这儿，设计师说啊，装在这个南墙上，这个对吧？这个柱子南墙上，你装在这里，好家伙，你窗帘拉都拉不了。他也失误了，他也没想到这个窗帘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干活呢，到现场，就像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你要判断这些。前两天一个师傅打电话，就是问我，哎呀，我装了一个电动晾衣架，然后装完以后，拿尺子从地砖量到这个晾衣架上，发现晾衣架是差了2公分，一边高一边低嘛，然后就客户不买单，客户找那个商家找平台，然后你说商家呀，这些平台呀，似乎都不懂这些东西，说这就是师傅的责任。然后那个师傅呀，生气的跟我说，打电话，哎呀，你说我这找谁说理去，对吧？我这跑过去一趟，他们连个上门费都不给，你说这悲催不悲催？你说本来是谁的问题呢？其实就是业主房子的问题。2公分他也说了，你说2公分谁看得出来，对吧？刮的大白，谁看得出来？就是看不出来。但是装完以后，晾衣架升降的过程中，我们有参照物，像这些窗户啦，像这些那个上面的这个牙口啦，人家是平的，一下就看出问题了。这个时候你看，你去测量，它差了2公分，客户说是客户觉得是你安装的师傅的问题。商家和平台也觉得是你师傅的问题，这就把个师傅气坏了，甚至都有一种啥想法，说平台我也不做了。我说你对吧？你还压着钱呢，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，都是成年人了，为什么要跟他赌那个气呢？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没办法，白跑一趟你也得干，对吧？毕竟也有好的时候，也有解漏的时候嘛，把这个东西平衡一下就行了。像这个晾衣架，设计师和那个监理一会儿就过来了，他们还要看一下现场情况再定，很可能这个晾衣架就装不成了，这个手摇晾衣架就装不成了。看他这个情况，我看装个电动的是不是更合适？你看这情况，对吧？其实装在这里也可以，我最怕的是啥呢？我怕他这里将来做柜子，你看这个距离，这放沙发你能放多少呀？我最怕的是他这边打柜子的话，你这手摇器都白装，到时候顶子可能还要拆。所以说啊，装不成就不装了，等他们来看吧，他们觉得是不合适，有什么方案再改动。这个房子呢，其实进来也不冷啊，看我把衣服都脱了，现在暖气已经供上了，温度呢大概也就20来度。现在装修期间，冬天我们干活也不受任何的影响。你像没有供暖的话，这几天根本就不能说是你铺地啊，你刮腻子呀，根本就不行了。人也冻得没法干，然后你材料都冻了，对吧？来了水和沙子一半都冻一块儿去，没法干。这个房子可真大呀，我感觉这个房子都有最少140多平米了，是吧？看多大？你看这边是房间，这边有个卧室，这边有个卫生间，这边有个小卧室。这边一个主卧，主卧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，这儿还有一个卫生间，这卫生间都老大，2个卫生间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你以前住80平米、70平米的，现在都换成大平米了，是
所以说现在大平米的房子受欢迎，毕竟这小县城嘛，小县城的房价它也不是那么高，所以说几十万大家还是负担得起的。小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幸福指数是比较高的。你在北京来这一套，得1000多万是吧？差距太大。有1000万，你在这儿就买一栋楼，买一栋楼，然后你就收房租就行了，对吧？前几天看了一个陕西的一个人啊，是这样说的：我人生只做对了2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我10几年前我在上海买了一套房，我做对的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说，我现在把那一套房卖了1000多万，然后回到老家花100多万买一套房，然后买了一个车，然后给银行存了500万，手里还拿了点现金，人家的人生就做对这2件事。然后人生的幸福指数就飙升了，再也不去上海了，就在人家的老家过着幸福的生活。然后每年500万，对吧？每年人家光那个利息也够花，是吧？都是普通人嘛，你又不是有多高的消费。你俩，开了。是不是2房呢？就这么一个。对，就这一个摇把，你只能装在这儿，你装在这儿打着柜子了，那你不是还得拆呢？没有柜子。他让你来就让你确定，你确定了，那不就装这儿？非常对应的，那你往哪装？你要是装这儿也可以，但是你肯定不能装这儿，你装在这儿，你窗帘拉不了。没有柜子，这儿要找个茶台了，不影响吗？窗台不影响，茶台不影响，茶台没这么高呀。对，这只是个效果。这就卡住了。对。你要挂上烟了，你就摇过来，它也就卡住了。你摇到哪它就到哪，自己也跑不了。它有。